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市场深度解析。今天我们将一起解读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截至2025年12月15日的每周市场监测报告。如果你在关注黄金、美元或者全球宏观经济，那么本期内容绝对不容错过。本周报告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和震撼，黄金市场已经确认了一个关键的技术性突破形态，预示着其核心上升趋势可能即将重启，目标直指新的历史高点。这一重大的走势主要推手是持续疲软的美元，但报告也同时警示了一个潜在的风险点，正在悄然攀升的美国真实收益率。接下来我们将逐页为您剖析这份重磅报告，把复杂的图表和数据转化为能看懂、能用上的投资洞察。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要直接进入到报告的第2页，这张名为你需要知道的晨间重点。这个页面可以说是整份报告的精华摘要。我们先看右侧的周度焦点图，这张图展示的是美元指数的长期走势。可以看到美元指数目前在 97.25 附近徘徊，明显低于前期 114.78 的高点，并且已经跌破了2023年和2024年关键低位。报告指出，美元指数一个巨大的技术性的顶部形态已经形成，目前正面临着对自2011年以来长期上升趋势线的关键支撑位进行回测的压力。简单来说，美元的长期弱势格局非常明显，这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宏观环境。现在我们把目光移到第2页下方的资产表现条形图，这张图直观地展示了上周及年初至今各大类资产的表现。黄金的表现非常抢眼，上周上涨了 2.5%， 年初至今的涨幅更是高达 66.6%。 更令人惊叹的是白银，上周大涨 6.2%， 年初至今的涨幅达到了惊人的 114.4%， 显示出贵金属牛市中更强的弹性。与此鲜明对比的是美元，上周下跌 0.6%， 年初至今累计下跌 9.3%， 这与我们刚才在美元指数图上看到的弱势完全吻合。同时我们看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周小幅上升5个基点。通常来说，收益率上升对黄金不利，但这周情况表明，美元贬值带来的利好效应完全压过了收益率小幅上行的负面影响。接下来我们翻到报告的第3页，这里有更多关于黄金市场的细节。左侧本周回顾提到，黄金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伦敦金融协会的黄金价格上周收于每盎司4347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年初至今涨幅已经达到了 67%， 背后的驱动因素非常多元。美联储的降息和扩表计划，持续的 ETF 资金买入，以及市场对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都共同推高了黄金的避险需求。再来看第3页右侧黄金市场头寸周度变化的图表，这张图揭示了市场参与者的真实动向。最上方的图表显示，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亚洲，黄金 ETF 的持有量都在增加，显示全球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普遍升温。中间的图表显示，无论是 COMEX 的基金经理净多头头寸，还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前20名会员的净多头头寸，都在上周出现了增长。这代表专业机构和交易员对金价后市的看好。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资金流向，我们来看报告的第19页和第20页，这里有关 ETF 流量的详细数据。19页的每周 ETF 流量表格显示，仅在上周，全球黄金 ETF 就录得了 22.1 吨的净流入，其中北美市场是最大的贡献者。而第20页的年初至今 ETF 流量表格则更为震撼。截至12月12日，今年全球黄金 ETF 的总净流入量高达 746.4 吨，使得
总持有量增加了 23.2%，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它告诉我们，今年的黄金牛市背后有着持续而且强劲的实物投资需求在支撑。最后我们回到第11页，看一下世界黄金协会独有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这张图表非常有意思，它将上周黄金 2.4% 的涨幅进行了拆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大的正向贡献来自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因素，贡献了整整 1% 的涨幅。其次是经济扩张和外汇因素，这个模型用量化的方式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前景不明朗以及美元贬值是驱动本轮黄金价格上涨的核心动力。想知道浩投资的量化交易系统是如何实时分析这些复杂的驱动因素的，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或者我们的置顶留言了解一下。现在我们进入交易者最关心的部分，技术分析。请大家翻到报告的第6页，这张黄金技术分析是本周报告的重中之重。图上清晰地展示了黄金现货价格的周线图。报告明确指出，金价已经有效突破了在4245美元附近的关键阻力位，从而确认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三角形整理的延续形态。这种形态通常预示着原有的上升趋势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盘整后将重新重启。那么突破之后的目标价位在哪里呢？报告给出了明确的指引。短期阻力首先看4354美元，然后是前期高点4382美元。从中期来看，一个典型的技术目标位，也就是比200天移动平均线高出 25% 的位置，大约在4420美元。而从这个三角形突破形态本身测算，长期目标甚至可能指向4700美元以上。当然，任何上涨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下方的关键支撑位也需要我们密切关注。首先是13天指数移动平均线所在的4213美元，如果这里失守，则需要关注4170美元，以及三角形形态下轨所在的4143美元。除了黄金本身，我们还需要关注影响它的关键驱动因素的技术走势。让我们依次来看第12页到第15页的图表。第12页是美元指数周线图，它再次确认了美元的弱势，价格已经运行在55天和200天移动平均线下方，正在考验 97.25 附近的长期上升趋势线支撑。如果这条趋势线被有效突破，将为黄金的上涨彻底扫清障碍。然而风险同样存在，请看第13页的美国10年期真实收益率周线图，这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与美元指数的疲软不同，真实收益率正在走高，并且正在测试关键的200天移动平均线阻力位。报告坦言，如果真实收益率继续上涨，可能在短期内限制美元的跌幅，从而给黄金上涨带来了阻力。这是目前黄金多头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威胁，也是我们在交易中必须时刻留意的风险点。我们的量化交易系统能够帮助您实时监控这类多空因素的变化，详情可以看下方描述栏或置顶留言。再来看第14页的比特币周线图，周线图当中显示比特币走势疲软，跌破了关键移动平均线，似乎正准备开启新一轮下跌。报告认为，这可能是更广泛的风险规避的情绪的一部分。在这种环境下，资金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避风港黄金，而不是加密货币。最后第15页的布伦特原油周线图显示，油价正在测试其8个月盘整区间的下轨支撑。油价下跌通常暗示着全球经济需求放缓，这同样会增加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最后第16页的关键技术数据表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技术指标概括。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9周 RSI 指标为 75.16%， 已经进入了超买区间，但尚未到极端。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白银 RSI 高达 87.17%， 处于严重超买状态。这提示我们
白银短期内可能会有回调或盘整的需求，交易时需要更加谨慎。了解了当前的市场结构，我们还需要为未来一周做好准备。请翻到报告的第5页，未来一周展望。这张页面为我们列出了接下来需要密切关注的重磅经济数据和事件。从左侧的彭博市场共识预期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本周的焦点将集中在周2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以及周4公布的美国核心 CPI 通胀数据上。右侧的值得关注的事件部分为我们解读了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市场预期11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将表现稳健，而核心 CPI 预计将同比上涨 3.1%。如果这些数据，特别是就业数据表现强劲，可能会为市场对美联储未来进一步降息的预期降温，从而在短期内给黄金带来压力。反之，如果数据不及预期，将进一步巩固降息预期，利好黄金。此外，欧洲方面，英国央行可能降息，而欧洲央行可能按兵不动，这种政策分化也值得关注。未来一周，市场的目光将全部聚焦于美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它将直接影响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并决定黄金短期内的走势方向。如果您觉得本期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市场深度解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